大家好，我是圆圆。我很开心今天来跟我一起拍影片，有 Wendy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Wendy。我曾经住在法国6年，然后我现在回到台湾了。好了。Wendy 的很多影片都是关于法国还是法国的文化。我觉得你可能知道比我还多哎。真的吗？那太夸张了，没有这么夸张啦。请大家去看Wendy 的频道，可以多一点学。好。我最近拍一个关于台湾人对外国人的刻板印象，所以我刚好觉得我们今天可以讲到台湾人对法国人的刻板印象，因为法国我觉得是一个。可能是那种国家，大家会以为你是法国人，所以你应该是这样的人，对，比如说什么法国人很浪漫吗之类的。对，很多人喜欢问这个。所以我今天决定我要问 Wendy 几个可能台湾人会有的刻板印象，然后他会跟大家说，他觉得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快问快答。好。那我们先开始，法国人是不是不喜欢讲英文？是假的吗？是假的。我觉得是假的。你觉得为什么？不喜欢，他们不讲，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讲不好吧？是不是？我也觉得。你也觉得？对。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的口音很重。我觉得是我们害羞。对。我们不敢。保守。对。讲保守太夸张了。对，我觉得他们就是不敢讲，不是拒绝讲。好，第二个，爱红酒。Oui。真的，到处都不枉费啊。其实我大部分认识的朋友都喜欢喝啤酒。啤酒是吗？对，所以我对红酒真的不知道很多。但红酒如果在刷配里面的话，好像红酒各种酒都会有。OK， 应该都有。法国人爱喝酒。那谁不爱？对啊，我觉得是。好 ，OK。法国人很懒惰，爱罢工。超级正确，动不动就罢工。你住在巴黎，大巴黎也是吧？巴黎真的很夸张，感同身受，真的，就是动不动就这边往开这样。懒惰，对。懒惰也是吗？我觉得懒惰，就是很喜欢抱怨。这样算懒惰吗？这是下一个。OK， 那下一个是不是很喜欢抱怨？超喜欢耶，真的很喜欢。这个是没错。对，就是任何只要是他觉得不开心的事情，就很容易讲出自己的想法。不一定是对啦，就是喜欢讲想法。相对台湾人比较乖一点。爱抱怨有时候是好的，我觉得。有时候因为有一些很不公平的东西，然后大家不敢讲话，然后法国人会就是说，我觉得不 OK。对。但是如果太夸张，那不 OK。好，法国人是不是不礼貌？我觉得也没有没有吗？没有。我听说巴黎人比其他地方的法国人还不礼貌。对。也不能说不礼貌，但就是比较 cold， 比较复杂一点，对不对？比较 distance 就跟人跟人之间，你觉得呢？我不是巴黎人，我是巴黎郊区的人，所以你住在巴黎，大巴黎也是。我觉得我在中间。OK。OK， 下一个有点好笑，就是法国人是不是不喜欢洗澡？不洗澡。我不是法国人，所以我不知道。但好，我说真的好了，你要问法国人我常常看到他们的头发就是一个，你今天头发很好看，但是我就是常看到他的头发，就是感觉这种几天没洗澡的感觉。我觉得可能在中间，其实我认识的大部分的人就是每一天都洗澡，但是可能比较前辈，他们那个时候不是每一天洗澡。是为什么？觉得没有流汗？应该那个时代不是每一天要洗澡，可能家里没有热水啊。我也不知道。所以才有香水出现。对，香水很浓。好，一般。我是每天洗澡哦。好，那下一个法国人是不是很骄傲？Comment dire ça？ 你不能这样讲，那就全部中枪没关系，你可以讲。可是我觉得这跟他们很敢讲自己的想法有关。
就是这可能是教育的问题吧，从小就是被教育说你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。然后跟亚洲人不一样的是，亚洲就是很注重尊师重道嘛，就那种孔子的那种教法。但是我觉得很不能否认的是，我发现他们好像以他就是我比较大，自己的我，有没有？有可能对，就是我，因为台湾人可能比较孝顺，对，还是比较在乎大家的其他人的感受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下一个法国人是不是爱吃很好吃的高级的餐厅？好，是不是我是那时候是学生的关系吧，所以遇到的人都还蛮朴素的。我真的觉得很多观光客来法国，然后像跟法国人一样，然后去很高级的餐厅之类的，但是法国人其实不会啊。可是是不是因为我们身边的没有这样的人？也许。然后我也许学生毕业之后离开法国，所以我不知道那些人。搞不好工作的人就爱吃，不知道哎。好，那我们不知道。下一个是不是法国人很会打扮？我觉得oui，我觉得就是他们很棒，就是很会穿自己想穿的衣服，就不会去跟潮流，这样讲，不太会去跟，觉得自己就是 fashion。对。OK， 好，法国人是不是很瘦 ？Oui， 我觉得是哎。真的哎，不是有个统计吗？说什么欧洲前3名瘦的民族，一个就包含法国人，好像还有意大利人。OK， 对啊，我也听过很多，就是不管吃什么，法国人都很瘦。对啊，莫名其妙，他们很爱吃秋口辣，你喜欢吃秋口辣？刚刚在吃。我很喜欢吃甜点，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你们吃很慢啊？可能吃很慢，可能是走路比较多。也有可能。你觉得法国人都有很精品的包包之类的吗？法国女生。精品什么的？像 Chanel 啊，就是 LV。没有，当然没有啊，又不是每个人那么有钱。对啊。那超贵的。很多人以为所有的法国女生都有那些名牌的。没有。不是哦。没有。可是而且我发现法国女生她们穿搭是配整个身体的，就是她觉得这个包包不一定要是就是好看就好，以好看为前提去买这样子。我看大部分有那些名牌的包包都是观光客。而且她买得很低调，不然被抢。对，要小心安全哦。对。下一个法国人是不是爱吃甜点啊，可颂、马卡龙之类的？夸松的马当。对，很爱，超级爱。你知道吗？就是在法国的时候，就有法国人跟我说我觉得这个不会很甜，然后一直在去超甜的。我现在回法国，我看爸爸妈妈吃的东西，我觉得超甜的。变台湾人了。对，真的，法国就是普遍的甜哎。最后一个，因为我也听过很多次，法国人是不是很花心？你觉得呢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呢，这跟文化有差异吧，有关系吧。就是我觉得法国人肢体接触很容易。很容易什么？我们要继续说下去吗？就是然后你知道真的就是对。可能法国人比较公开。maybe， 或者西方人嘛，欧洲人跟亚洲人，假设要这样比的话。我知道我们的法国总统，你知道 François Hollande 吗？对。他有小三，但是晚上骑机车，有人看到他去看那个小三。天哪！好崩溃哦。所以可能大家以为所有的法国人都花心。不是啊。我很棒。好，对，他很棒。所以你的答案是？你就说去吧。好，我感觉到我们今天讲到的，可能大概有一半是真的，一半是假的。差不多。而且有一些很模糊。就是也不是全部的法国人，确实是有些法国人就是这样。对，好的，所以不要相信所有的那些刻板印象都是真的。好，我现在要问Wendy一些关于住在法国的一些问题啊，他的感觉之类的。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法国人最主要的3个特色。我觉得他们很浪漫，不管是人还是在时间上面都很浪漫。人的话就是他们肢体接触比较多嘛，刚刚我讲过。然后时间的话就是说好听浪漫，说就是比较主观一点，就是他们比较
比较没有效率了。嗯，对。所以你真的觉得法国人去浪漫是真的吗？就是肢体接触嘛，其实肢体接触比较多。这样吗？就是肢体接触很多，相对台湾人就是或者亚洲人就是比较有距离。嗯，因为我常常说，我觉得法国人不一定是浪漫，但是可能是贴心。哦，贴心。我觉得自己不浪漫，但是贴心应该算是贴心。举个例，那种因为我自己感觉到浪漫是可能会做一些很大的事情，就是买很多花给你啊之类的。贴心应该比较是小的东西，小确幸。应该是一种浪漫吧。也是浪漫，对啊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？第二个，我觉得他们很注重休闲的时间，就不是只有工作或是念书而已，很会懂得生活啦。对，不一定要回老板的讯息啊。明天可以，今天晚上先去 party。很会享受生活 ，party 对，很爱刷对。那第三个呢？第三个就是很喜欢抱怨，刚刚其实讲过了。答对的，我同意。好，那你最喜欢法国文化的哪一些部分？然后最讨厌的哪一个部分？最喜欢法国就是很懂得生活啊，艺术生活，然后他们把艺术跟生活融在一起。我觉得这是跟台湾差非常多的一个地方，很容易分享音乐，很容易分享艺术，这样。讨厌的就是没效率啊，没效率。没效率，你知道我们外国人在法国真的是居留证这种东西，大家应该都留学生应该都知道，对啊，就是等很久，超级你等多久啊？在台湾？我在台湾如果要搬东西，我等5分钟。真的5个月了。单位不太一样哦。对啊，这个我真的太开心。台湾的你要搬东西很有效率的，真的差非常非常多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觉得台湾人跟法国人最大的差别？我觉得法国人很勇敢表达自己。OK， 这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。勇敢表达自己。对，说就是当然一体两面啊，你就勇敢表达自己，可能你会觉得他很骄傲嘛，或者是这样。那可是另外一面就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，然后会讲出来。那相对台湾人，也不是说全部的人都不敢讲，但是大部分都是忍受比较多，不会很少会直接讲出自己的想法，可能会怕别人的眼光。那可能法国人相对比较没有那么怕吗？我同意，你懂？对，觉得高。好，那这个影片呢，差不多到这里。然后就是问题，我们要不要用法文一下，就是做那个最后一些句子吗？好啊 ，Merci d'avoir regardé cette vidéo. Abonnez-vous nos chaînes. Et je vous dis à la semaine prochaine. Ciao. Salut. Bye bye.